现在呢，到中国学习、工作、旅行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不过他们中的很多人呢，并不懂中文，因此在生活中遇到了诸多不便。今天这位创业者呢，就开发了一款手机 APP， 专门帮助在中国的外国人，为他们提供求职、签证、法律咨询等相关服务。一句汉语都不会的时候，在中国生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比如说，就是想找房子。要吃饭的，什么都就不怎么方便，花很长时间才找人帮助你，没有人帮助你，你就什么都不能做，然后就会感觉有点寂寞的。When I came in China first time, I was deaf and blind because I didn't know Chinese language. I didn't know people. There was a lot of gaps, culture gaps, language barriers. But I was shocked and frustrated somehow that how I should find food, what I like. 创业者杨兴开发了手机 App 老外快线，为的就是解决在中国的外国人生活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应用界面为全英文，根据服务类 App 的特点，采用9宫格的界面设计，让用户可以迅速找到自己需要的功能。而排在最前面的就是杨兴现在主打的求职服务。一点开我们这个最热门的一个服务就是外国人的求职与招聘，它全部是针对外国人的一些职位。目前我们这个求职与招聘的话，工作已经覆盖了12个城市。除了求职招聘，老外快线目前还有其他8个功能。这其中，英文新闻采用搜索技术摘取有关中国的英文资讯。老外论坛帮助用户找到自己的生活圈，交流生活中面临的种种问题。签证资讯则是通过专业签证团队为用户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一些相关于他签证的资料，先详细浏览一下，然后大部分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回答。如果有一些不太主流的问题，或者遇到很少的问题，我们就会先问一下就是相关的部门，比如说出入境啊，或者大使馆之类的。老外快线 App 上线1年多以来，注册用户已经达到2万多人。通过主打的求职服务，杨兴成功帮助上百名外国人在中国找到工作，还为自己的团队寻得了几个优秀的外国员工。目前创业团队差不多有20人，其中1半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这样做也可以更加精准地定位目标群体的需求。The first time I came to China, I could not read Chinese at all, and one of my classmates he recommended me the Expat Express the application, and at that time, I was kind of interested in looking for a job. Saw a job classified ad on the application, from Expat Express. So I applied for the position, and then I'm in. 创业者杨兴大学时学的是飞机设计专业，偶然的机会与本校的留学生结识，并且呢逐渐走进了他们的圈子。正是在与他们交往当中呢，杨兴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在杨兴上大学2年级的时候，他认识了学校里的一个尼泊尔的留学生，渐渐的2个人成了好友。一天，尼泊尔朋友请杨兴帮忙找份工作，赚钱补贴生活。后来我就帮他去新街口找了一份在山漠英语找了一份英语那个教学的工作。然后呢，当时那边的 HR 就问我，你们这边还收费啊？他以为我是一个中介。后来我就告诉他，我就随便告诉他，我说要300块钱，然后他就直接给了我300块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发现帮外国人去找工作是一个市场机会吧。之后，杨兴就一边继续读大学，一边做这样的外教中介，断断续续持续了半年多时间。那时，杨兴频繁接触在中国的外国人，对他们的异国生活的困难和需求有了初步了解。毕业后，杨兴到企业里做起了工程零部件采购的工作，前后换过2家公司，工作5年多，虽然生活稳定，不过创业的愿望始终不曾安分。每天都特别想创业吧，后来就决定辞职，继续来做以前做过的事情，就是这个外国人服务这一块。2013年时，杨兴开始老外快线的项目，这时距离他第一次帮助外国人找工作已经过去了7、8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国内英语培训机构大幅增加，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也让杨兴看到了全新的市场机会。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已经起来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用新的机会，用新的技术去颠覆以前的商业模式。2014年时，杨兴依旧是一个对移动互联网一窍不通的人。刚开始做产品的时候，一心就想把自己所有想法都付诸实践，让产品功能越来越强大，自己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然后我们想同时上这10个服务，
结果导致我们现在上线的当时时间很长，我们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把产品做上线。怎么做上线呢？产品一个一个砍，从原来的10个砍成了4个。这段波折让杨鑫明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只有抓住行业痛点，着重开发一个领域，才能真正把握住用户。为此，老外在线将服务重点调整到了求职的方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确保每条求职信息的真实可靠。我们要看这个 employer 是不是真正的 employer， 然后我们要，因为我们不要太多的垃圾信息在我们的系统，所以我们要去验证，就是 confirm 所有的 employer， 然后 employee 我们要看他们在讨论什么信息，对，所以我们要管所有的信息，就是比较难的就需要很多人。杨鑫的 APP 给老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特别是主打板块，帮助不少外国人找到了外语教育方面的工作。事实上呢，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增长最快的英语教育与培训市场，对优秀外教的需求量巨大。具体情况呢，我们请文坤来给大家介绍。好的，燕吉，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我国有多达3亿人的庞大外语消费群体，培训机构超过5万家，拥有超过10万人的外语教师，市场规模已经接近了1000亿元。Tutor Group 估计，中国成年人的英语训练市场年增长率高达25%。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消费研究院报告数据显示，在未来10年内，中国的英文培训市场将达到5000亿元的规模。来自国家外国专家局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籍教师的需求约10万人次每年。未来5年呢，中国外教市场将拥有上千亿元的产业链，包括人才引进、服务、广告费等多个方面。